婚姻里最该富养的人是谁呢？那肯定是孩子呀。不是你的妻子。我给你讲个事儿，好好听，对你一定会有帮助的。前段时间坐地铁的时候，遇到一个大概3岁左右的小孩，匆匆地跑到我旁边的空位上坐下，然后对着地铁口喊：妈妈你快过来，这有位置坐。随后上来了一对年轻的夫妇，妻子挽着丈夫的手，笑盈盈地对他儿子说：只有一个位置啦，你坐着吧，我跟爸爸站着。小男孩说：我是男子汉，要让位给妈妈坐。妈妈一脸宠溺地摸摸儿子的头，坐了下来。爸爸也向儿子竖起了大拇指，表示认同。后来爸爸到站了，要去上班。临下车的时候，突然很严肃地对儿子说：你一定要照顾好我媳妇儿，不准哭，不许闹，不许惹她，那是我媳妇儿，懂吗？我去给你们挣钱去。小男孩大人似的拍拍胸脯：放心吧，保证照顾好妈妈。整个车厢里听到他们对话的人都在笑，羡慕地看向他们一家三口。我在想，这个家里他们的地位排序一定是妈妈、儿子、爸爸。对儿子来说，他可能从小受到的教育是妈妈是最重要的，所以凡事都要先照顾妈妈，为妈妈着想。对丈夫而言，在他的心里也是妻子最重要，所以教育儿子一定要和他一样爱他妈妈。在一个家庭里，最应该被富养的是妻子，而不是孩子。最终获利最大的人呢，反而是丈夫，因为他不仅拥有一个懂事孝顺的儿子，还有一个温柔体贴的妻子。我是百成刚，关注我，做一个幸福的人。对于婚姻不满意的女人，都是因为没有想明白一个道理，一生都在追求这个男人要对你好，结婚前他对你好，所以你就嫁给他了，结婚后还要继续对你好，关心你，体贴你，那样你才能幸福。如果今天他对你不好了，那你就好难过，好痛苦。这是很多女人在感情中最大的死穴，把一生的幸福和快乐都指望在男人身上。一个成熟的女性，她的感情观应该是这样的：你对我好，我幸福，我感恩；你对我不好，我也会幸福，因为我的幸福感不来源于你，你主宰不了我的幸福，这样才对嘛。那我再来告诉你们，男人的感情观是什么？就是这个女人有没有价值。你不用对我好，我只要觉得你有用就行了。男人会盘算，会左右权衡，他考虑的是价值，他的每一个行为都很清楚，接下来会造成什么后果，代价是什么，这个代价值不值得？因为一个人对你好，其实就是一种投资。有一天他不想投资了，就会停止对你好，尤其是35岁之后的男人。所以身为女人，你要明白，你们是感性的，但男人是理性的。如果你非要这个男人一直对你好，有没有可能？有，但是你必须要持续的提高自身价值，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方法。我是百成刚，关注我，做一个幸福的人。其实一个女人对自己最大的不满，就是在一段关系中，她总是习惯做懂事的那个，聊天永远是自己垫底，电话永远让别人先挂，拒绝别人就像自己犯了罪，连崩溃都要先考虑别人的感受，只要自己能扛，咬着牙也不愿意麻烦别人，不敢提太多的要求，别人就干脆什么都不给，除了偶尔一句你真懂事。如果可以，我希望你别太懂事，不需要讨好别人的，谁对你好就对谁好，走近的人不需要拒绝，离开的人不挽留，听话的孩子不需要糖哄，不懂事的孩子才有糖吃。我是百成刚，关注我，做一个幸福的人。离婚后曾在婚姻里有过错的一方会更加难过，因为愧疚会持续一辈子的。粉丝大雄说，自从离婚后他没有一天是快乐的，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就会疯狂的想念他的前妻，但无论再怎么想念，他都没有脸面再去联系前妻了，因为导致他们婚姻破裂的罪魁祸首正是大雄。两人大学相识，毕业没多久，女孩就放弃了原本前途大好的工作，跟大雄回到了老家结婚生子。但婚后的大雄并没有像当初承诺的那样爱妻子，两人经常因为一些生活琐事吵架，只要一不顺心，大雄便会丢下妻子去找哥们打牌喝酒，更过分的是还跟公司里的一个小姑娘眉来眼去，拉扯不清。后来事情败露了，妻子为了孩子能有一个完整的家，原谅了大雄，但大雄事后并没有诚心悔改，依旧我行我素。有一次大雄喝得醉醺醺的回到家，妻子小声埋怨了2句，谁曾想大雄听到了就指责妻子破口大骂，说妻子吃他喝他的，1分钱不挣就知道唠唠叨叨，就是个黄脸婆，早就对妻子没感觉了。
自己找个小姑娘有错吗？妻子当时什么也没说，第二天便跟大雄提出了离婚，带着孩子就回到了自己的老家。离婚后的大雄日子过得并不踏实，渐渐他发现真正对自己好的只有前妻，想复婚，但前妻早已经对他失望透顶，怎么可能同意呢？琼瑶曾说，爱情这东西容不得半点沙子，如果你背叛了对方，你就会自食恶果。婚姻何尝不是如此？为了一时激情，就将夫妻之间好不容易建立的信心与感情撕碎，日子久了，难保不会让人心生回忆和痛苦。然而，这世界上有千万种爱，但没有一种爱可以重来。我是百成刚，关注我，做一个幸福的人。有些事不能对老公说，这是我从上千位来访者的案例中得出来的经验。老公虽然是你的人生伴侣，但并不是永远的靠山。有些时候，你甚至可能都不完全了解你的枕边人。女人可以撒娇，可以示弱，可以倾诉，可以哭，可以闹，但请记住一点，永远不要把自己的软肋一览无遗地暴露给老公。这个道理可能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懂。已婚女人一定要尽早认识到这一点。也许刚开始她会心生怜爱呵护你，但如果你一直脆弱，她会觉得你软弱无能，好控制。必须让她意识到你不是一个遇事只会恐惧哭泣的小绵羊，你需要她的帮助，但也可以独当一面的。最重要的是，千万别让她觉得你的世界里只有她，你的生活就是围着她在转。不是说只要结了婚就万事大吉了，婚姻更需要去用心经营，逐渐提升自己，完善自己，这样才能赢得对方的尊重，拥有幸福的婚姻。我是百成刚，关注我，做一个幸福的人。其实看一个女人过得好不好，不是看她有多少人羡慕，也不是看她的吃穿用度有多好，而是看她的眼神里是否还有光。我曾经有位女性来访者，一看就是事业心比较重的女强人，开着豪车，衣服得体，妆容精致。可她摘掉墨镜的那一刻，眼神中的暗淡便展露无遗。她说这2年和丈夫的感情不太好，一开始2个人还有争吵，最近是吵都懒得吵了，丈夫也很少回家。她为了不让自己胡思乱想，把所有的精力都转移到工作上，但一到晚上就没有办法再伪装了，各种思绪全都扑面而来，导致她整夜的睡不着。一个女人过得好不好，幸不幸福，全藏在她的眼神里，是骗不了人的。有的女人啊，就算是暂时清粥小菜，衣衫朴素，也能笑靥如花，神色间都是被爱的底气。而有的女人呢，年纪轻轻，眉目间已经有了苦相。不信你打开手机相册，看看1、2年前开心的你和现在的你模样有什么不同。女人的衰老从不来自于岁月，而是因为她委身于人，强颜欢笑，明知道懂事和谦让并没有让自己过得更好，却依旧狠不下心去舍弃那些牵绊自己的牢笼。现在的你对得起年少时怀揣梦想的自己吗？我是百成刚，关注我，做一个幸福的人。你知道有些女人最大的劣势是什么？不是长相，不是智慧，也不是挣钱能力，甚至不是家境，而是她骨子里缺爱啊！这个世界上不会同情一个缺爱的女人，就像不会同情一个缺钱的男人一样。一个缺爱的女孩子去谈感情，就好像手无寸铁地走进了一个满是豺狼虎豹的大森林里，她的内心千疮百孔，需要很多的爱才能填补，可一个男人根本承受不了。运气好的遇到一个温暖又懂得爱护她的男人，才能救助她，带她走出阴霾。运气不好的话，就只能委身于人，或大半生漂泊。你看那些上了年纪对自己依旧严苛拧巴的女人啊，她们要么是完美主义者，要么就是自卑到骨子里，归根结底是不敢相信会有人爱自己。其实不管怎么样，每个女人都是值得被爱的。你要问我怎么样才能治愈好一个缺爱的女人呢？那就是无条件的尊重她，呵护她，了解她，保护好她的小情绪。这种爱可以来自于爱人、家人、朋友，但更要来源于你自己，相信自己是值得被爱的。我是百成刚，关注我，做一个幸福的人。